Data Center 是马股最热的话题之一，但是最近跟 Data Center 有扯上关系的 Tenko 却在6月头出现暴跌。你看这个图，就问你怕不怕？另一边，有些建筑公司却真的把数据中心工程放进手上的订单里面。所以问题不是 Data Center 主题死了吗？更准确的问题是，市场现在开始分真假了。同样顶着 Data Center 标签，有些公司手上是真实订单、工程进度和回款机会，有些公司手上还只是 MOU， 讲的是合作方向和未来故事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拆这个差别，因为市场最怕的不是公司会讲故事，市场最怕的是故事讲到很美，钱却没有回家。我们先来讲 Tenko。 先声明，我不是说 Tenko 的项目一定不行，也不是说它的 MOU 一定没有价值。我们要讲的是 Tenko 最有争议的地方，不只是一个 Data Center MOU， 它背后还有 Port Dickson、AI Port、Free Zone、工业园、大型发展计划这些很大的未来故事。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大，但投资者真正要问的是，这些未来故事有多少已经变成正式合约、订单、收入和现金流。 MOU 不是没有意义，可是 MOU 不是合约，不是订单，更加不是 cash flow。 你可以把 MOU 想成你跟朋友在 Core PTM 讲，下次我们一起开店了，很有前途，讲的时候很热血，麦乐冰都还没有喝完，你们已经讲到 IPO 了。可是店面选了吗？装修钱谁出？员工谁请？每天营业额要多少？这些没有落地之前，它只是方向，不是生意。Tenko 的问题也是这样，当股价一路涨的时候，市场愿意先相信未来，市场会说，哇，这个故事很大。可是当股价开始跌，市场就会换一副眼镜来看，原本的想象空间会变成一句很现实的话，还没有收入，还没有利润，还没有现金流。所以 Tenko 暴跌不应该简单理解成 Data Center 主题失败，更准确的说法是，当一家公司的估值很大程度建立在未来项目上，市场一旦开始要求证据， MOU 就不够用了，它需要更硬的东西，比如正式合约、开工进度、按进度确认收入，还有最后真的收到钱。所以这里的投资教训不是 Data Center 不能看，而是不要把有 Data Center 新闻直接翻译成公司未来一定赚钱。这个翻译太快了，快到有点像看到亲戚买新车，就假设他很有钱，可能是真的有钱，也可能只是贷款很长。投资最怕的就是把画面当成答案。那是不是所有 Data Center Exposure 都一样危险？不是，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层。Data Center 不是一只股票，也不是一个单一商业模式，它是一条产业链。同样是 Data Center， 有人赚的是土地钱，有人赚的是工程钱，有人赚的是水泥钱，有人赚的是电力连接，有人还在卖想象空间。角色不同，现金流不同，所以估值逻辑就不同。Tenko 这种还停在 MOU 或者大型发展故事的公司，市场看的不是今天赚了多少钱，而是未来到底能不能兑现。关键问题是，这些合作方向最后会不会变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合约？如果不能，它就还不是订单。Suncon、GMODA、IGM 这种 contractor 赚的是工程钱，项目来了，他们负责建设，按照工程进度确认收入和收款，这个比较实在，但也不是无风险，因为 contractor 赚的是 margin 就是扣掉成本后剩下多少利润，不是合同1 billion 公司就赚1 billion， 合同金额很大不代表利润一定很厚。 Molan Cement 这种材料商又是另一个逻辑，它不是靠 AI 故事赚钱，它赚的是洋灰和预拌混凝土的需求，所以它最关心的是洋灰价格、销量、煤炭、电费和运输成本。 TNB 这种电力平台又不同， Data Center 再厉害，最后也要用电，没有电 Data Center 就像没有轮胎的法拉利，你可以0到100不到3秒，我阿妈走路都比你法拉利快。所以你会发现 Data Center 其实不是一个行业，它比较像一条产业链。所以我们看数据中心主题，不能把所有公司丢进同一个篮子，然后说全部都是 Data Center 股。你要先问这家公司在产业链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，它赚的是土地、工程、材料、电力还是预期？这个问题搞清楚，后面的估值逻辑才不会看错。那现在谁比较实在吃到 Data Center 这波需求？目前比较明显的是建筑板块。2026第一季度，建筑公司业绩不是每一家都很强，有些好，有些弱，可是底层 earnings 还算是有韧性。
原因包括工程进度更强、新订单补充健康，还有 data center 项目带来的利润率改善。我们看几个重点例子。三抗手上的订单储备有 8.2 billion， 其中 64% 来自 data center 工程。这个数字重要，因为它不是单纯说我有 data center 故事，它的意思是我的订单里面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跟数据中心工程有关。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会把三抗放进数据中心产业链里面看。Gamma 的则是另一个层级。根据他最新季度报告，手上还有大约44 billion 的工程订单，是历史新高。这代表 Gamma 的不是靠单一主题撑场，而是有大型 order book 支撑未来收入。刚才有提到的 Mainland Cement 则是材料端，它不是 contractor， 它吃的是建筑活动和材料需求。根据 Mainland Cement 2026的最新季度报告，它的 profit before tax 是 347.9 million， 同比增长 34%， 主要原因是洋灰价格撑得住，预拌混凝土卖得不错，再加上公司对成本控制的比较严。所以你会发现 Data Center 这个主题在不同公司身上是不同形状。在 Tanco 身上，重点是项目兑现能力；在三抗身上，重点是 order book；在 Gamuda 身上，重点是大型工程组合；在 Mainland Cement 身上，重点是材料需求和成本控制。而且这一波还没有完全结束。根据投行预测，今年下半年还有大约13 billion 到14 billion 的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等待发标。这对 contractor 来说是很重要的 pipeline。不过要分清楚， pipeline 不是已经拿到手的订单，项目还没有正式颁发，就不能当成公司已经赚到的钱。所以数据中心需求是真实存在，但不是每一条相关新闻都可以马上变成盈利。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想，既然数据中心工程潮还在，那建筑股就是很稳了咯。先不要急，我们要听下去。建筑股第一怕没有订单，第二怕利润被成本偷走。做越多不一定赚越多。你想一下，你接了一个装修工程，跟客户讲好10万，结果做到一半，马币跌，油价涨，水泥、钢筋、运输全部起价。你 WhatsApp 客户说要调整价格，客户已读不回，睬你都傻的态度。这时候你就知道，订单看起来很大，钱包未必很舒服。投行提到几个成本数据，钢筋价格已经连涨3个月，4月份又涨了 5%。工程还是要做，但材料成本一上来，利润率就会开始变薄。幸好水泥价格方面已经连续5个月维持在差不多的水平，没有明显下滑，这个听起来比较稳。但水泥后面也有压力。投行提到，今年第一季煤炭成本比上一季高了 3%， 电费成本高了 8%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公司最近采购煤炭的价格已经从每吨大约65美金涨到接近90美金，这对水泥厂来说不是小事。因为水泥这种生意本来就是很耗能源的行业，它要用煤、用电，还要把成品运去工地，所以当煤炭、电费和运输成本一起上来，压力就会直接跑到成本线。如果 selling price 可以跟着调整，公司还能守住利润率；如果不能转嫁，公司就要自己吞。这就是建筑和材料股最现实的地方。Revenue 看的是订单， Margin 看的是执行和成本控制，而 Cash Flow 看的是最后钱有没有收回来。所以看到大 order book， 不要马上开心到像个小孩子收到红包，你要继续问这个订单的利润率怎样，材料成本有没有锁定，工程进度能不能顺利，最后钱收不收得回来。市场真正要定价的不是订单标题，而是订单最后能不能变成利润和现金。所以现在市场到底在奖励什么？简单讲，不是谁最会讲数据中心谁就赢，市场现在更愿意奖励3种东西。第一，不是 MOU， 不是合作方向，而是已经进入 order book 的工程。第二， margin 很重要，订单大没有用，成本一失控，利润就会被吃掉。第三，现金流回收，工程做完，收入确认了，最后钱也要收回来，这才是真正的闭环。三抗的逻辑是数据中心已经在订单结构里面出现，而且今年到现在也已经拿到 3.6 billion 的新工程，所以它不是单纯讲未来。但这个故事要继续成立，也有条件，订单要顺利转成收入，利润率不能被成本吃掉，新订单还要继续补上。另外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， Kimi 最近获得21 million 的数据中心电气工程分包，预计2026年12月底完成。这条新闻金额不算大，但有代表性，它说明数据中心产业链正在从大公司讲主题，
慢慢扩散到中小型工程公司拿订单，这就是市场开始分真假的地方。高穆大的逻辑又不一样，它比较像大型工程平台，不是单靠数据中心主题，项目多，收入可见度比较高，但管理也更复杂。你要准时交工，要控制成本，还要把钱收回来，才算真正赚钱。至于 Mainland Cement 则是材料需求逻辑，市场看它不是看 AI 故事，而是看洋灰卖价撑不撑得住，销量有没有上来，能源和运输成本会不会压缩利润。数据中心盖得越多，工业厂房盖得越多，仓库盖得越多，它卖出去的洋灰和预拌混凝土就可能越多。所以这支影片的结论很简单， Data Center 没有死，它只是从第一阶段的谁有故事进入第二阶段的谁有证据。第一阶段市场奖励想象力，第二阶段市场会问你有没有正式订单，有没有利润率，有没有 cash flow。 如果这些都没有，那 Data Center 只是一个很美的标签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数据中心产业链，不要只看新闻标题，要看它在公司财务里面到底落在哪一行，是 order book， 是 revenue， 是 margin， 还是只是 MOU。 这个差别会决定公司到底是在吃趋势，还是只是在蹭趋势。你认为 Data Center 主题接下来还吃香吗？你比较看好 contractor 材料商、电力平台，还是那些还在早期故事阶段的公司？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这是我答应观众接下来会分析的公司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